小精英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邹，31岁，来自河北；司机小石，29岁，来自河北。无业，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？现在生活太黑暗了，让我看不到一点希望。我也在努力付出啊，可是他总觉得我是个拖油瓶。婚后对方变了吗？他现在比林黛玉还娇弱，我感觉根本没有必要。他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？他能不能积极一点，为我们的将来好好考虑一下？别总逼我，多理解一下我的感受吧。那咱从黑暗开始说你们的生活，还是先从光明的地方开始说呀？先从光明开始说吧。先从光明好。你刚才说你们俩是相亲认识的是吗？对，家里面介绍嘛。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感觉他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挺有趣的，就感觉两个人也特别合拍嘛。然后就是互相都挺有好感的，然后就慢慢走到了一起。到后面的时候，我有一次特别不舒服，然后去体检的时候就查出了有那个甲状旁腺癌。那个时候因为刚在一起没多长时间，只有3、4个月，反正是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会分开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跟我提分手，然后反而是一直在照顾我嘛。然后我当时也是特别感动。病好了以后我们就结婚了，给我求婚的时候还给我做了一个特别浪漫的视频，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还是特别感动。能欣赏一下这个视频吗？可以。来，咱们一起看一下啊，这个甜蜜的视频。当时不是在住院嘛，住院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每天就给我送饭，然后那时候正好也是夏天，就特别热，还经常下雨。有一次输液了，然后我的手肿了，然后他就给我带了一个土豆，切成土豆片那种薄薄的土豆片，然后敷到我胳膊上，然后给我消肿。哦，就刚才里面有一张照片，就是那个手上贴的那个，那是土豆片，就这个。对，就是对我特别好。但是到后边就是现在结婚2年了，然后我就感觉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就不再关心我了。那怎么婚后就开始变了呢？自从结婚了以后，我就发现他跟结婚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结婚之前呢，他还什么都听我的，但结婚以后他就完全都什么都不听我的了。结婚2年了，我们想要一个孩子，他现在也不愿意生。结婚以后他没有工作，我想让他找个工作，他也不愿意找。干什么都催三阻四的，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过下去了。不着急，咱们慢慢说啊。这个找工作不找工作是什么情况？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就是生病了，就没有工作了。因为当时做手术嘛，然后就拖了一段时间，就一直没有工作，一直到我们结婚。结婚以后呢，就是2年了，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工作。身体恢复还没有恢复好，我就一直没有工作。然后他现在等于是就是一直想让我去上班，就一直在说给你找个工作吧。每天就这样。他说他给你找个工作。是这样的，我当时看他就是自己也不愿意去找工作，只能是我去帮他找工作了。然后我当时我说那我去吧，我去看看。我去了以后是在一个便利店，然后就说要上8个小时，而且是全程站着的，就是不能休息，不能坐着。那我的身体我一直站着站8个小时，我肯定是受不了的。在你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之后给你找了这份工作呢？2年左右。现在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就你自己的感受。就是我之前如果出去买菜的话，我走的时间长，我可能会就是很累。所以他给你找了这一个工作，你觉得不合适，然后就没去上。对，说身体不舒服什么的，我也就没有要求他去上这个夜班了。后来我又托朋友关系找了一份客服的工作，待遇也比以前更好，朝9晚5，那个月休8天。我朋友说只要你媳妇儿好好干，1个月挣5、6千块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又不累。但是他呢，就是上2天班之后，第3天班他就不去上了，然后还是我朋友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
哎，你今天媳妇儿怎么没去上班啊？打电话也不通。结果我说我给打电话问问她吧，电话里边她还嘴硬跟我说她就在上班呢。我说你现在要上班的话，我现在去公司找你去。这才跟我说实话，她说她闺蜜逛街去了。给我找了一个客服的工作，然后就是每天要解决那些客诉的问题，就是每天打过来电话，要么就是抱怨，要么就是指责，就是在解决一些很。对，就是很情绪上的问题，负能量太多。对，负能量特别大，我根本就接不住那些话嘛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那我现在养身体肯定是，就是医生也说了，让我保持好的心情，就不要就有那些负面的东西。一开始我为什么没敢跟他说呢？我就是觉得我要是跟他说的话，他肯定又跟我大吵一架。你起码也得跟班上的同事说一声，怎么会人家觉得你没上班还得问你老公人呢？比如说部门领导，你得跟人说一声吧，这没人了吗？对，这事儿反正是弄得我在我们朋友面前特别没面子。不是，还有一点我不理解，您不是刚才买个菜走2步会累，怎么还跟闺蜜逛街？对，所以说让她上班挣钱她嫌累，跟闺蜜逛街她就不嫌累了。我说咱们就是过日子，咱总得往下过吧，对吧？咱不能说光指望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现在又要挣钱，又要交房贷。又要管家里吃喝拉撒什么的，压力真的特别大。我也有自己的工作，就是我在那个网络平台上，我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就是那种优惠券或者是电影票之类的，类似他们说的副业那样子。我也有一部分收入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收入。哦，他每个月挣的那仨瓜俩枣的，连交电费都不够，就只能当个零花钱。那是多少钱呢？到底？就每个月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。我就感觉他现在特别不在乎我，就是不拿我身体当回事儿。我就感觉他就让我上班，就是要钱不要命的这种感觉。我就觉得我去上这个客服，我去这个岗位，如果我再生病了，我又花个多少钱，那是你能拿出来这个钱，还是我能拿出来这个钱？再休息多长时间，你觉得身体能养得好？你给他一个希望嘛？他不是说现在全是黑暗嘛？哎，你愿意上班吗？如果合适的话，我是愿意去的。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是合适的？如果找一个行政前台，这样很轻松一些的。妈呀，行政类的工作才累呢，姑娘。他意思就是想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，又挣钱多的，还不累的。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呀？我之前是学建筑的。行，工作的事儿咱们就先放在这儿。接下来就说说，就是你一直说他，你觉得你是他的拖油瓶。对，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像一个拖油瓶，我是他的累赘一样。感觉我每天就在家里又吃又喝，我什么都不干，然后他每天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。但是呢，结婚之前他就跟我说，他把工资都上交给我。但刚结婚的时候，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。然后我花钱他也不怎么过问。然后呢，就是从今年开始吧，然后他那个钱就不转给我了。然后就是我给他要点钱也特别费劲。上个月我要交电费，我说你给我500块钱，就支支吾吾半天，然后给我转了200块钱。然后我说我这钱是交电费，我又不是说我自己吃了喝了花了，就是。他说200不够吗？200就够了，为什么要500？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500块钱，我兜里只有200块钱。我说咱们过日子总得为以后将来做打算吧。现在我交完房贷之后根本就存不下来钱。他就是不愿意给我，就现在一直在卡钱嘛。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就是之前的话，他还会给我惊喜，给我买花啊，就是给我买礼物什么的。像今年什么都没有给我买。结果就是前段时间他自己买电脑，买了一台1万多的电脑。那我不抽烟，我不喝酒了，我就愿意下班打打游戏什么的。那我自己挣钱，我自己花，我又没花你的钱。后边我说我想买一件棉服，然后他也不给我买。正好他那个乘客在车上落了一件衣服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这件衣服挺好的，你穿吧，就不用买了。他让我穿乘客落下的衣服，我就特别过分。我当时觉得那件关键是那件衣服跟他尺寸差不多，而且。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这乘客也说，那个就落就不要了吧，就给你了，送你了。然后，而且那衣服也挺新的，也挺好的。你们家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对呀，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家里是过成什么样，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了吗？就是你根本就不是没有钱，你就是不想给我花而已。包括后面也是，他不给我花钱，就说不让我花他的钱就算了。后边我说想买那个保健品，就是说能提高免疫力嘛，就是能让身体恢复的好一点。我就给我妈要的钱，我说买保健品。结果呢，我买回来那个保健品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说买这个没有用，说有这个钱怎么着，还不如存了呢。吃药都治不好的病，你说你吃保健品能治好，那不是浪费钱是什么呀？你的钱我不能花，我妈的钱我也不能花，凭什么呀？管得怎么这么宽呀？哎，他以前是这样的吗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结婚之后。婚前你有花过他的钱吗？婚前我感觉我也没怎么花过他的钱。正常花销吧，反正。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婚前没发现他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的人，因为你婚前也没有花他的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光看到他对你好了，因为好是一个动作嘛，好不是一个利益的输出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牵扯到共同利益啊。对。你们这个跟双方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啊？反正每次我说要去我妈那儿，他都不乐意去。
他总觉得就是去我妈那儿买东西太多了，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妈平时就是也会给我们钱，就像我们当时去度蜜月的时候，我妈也给我们钱了，给了我们1人5000。咱们平时回去看看老人怎么了？就是你买个东西，你能花多少钱？你能花多少钱呀？是去1次2次，那1个月带我回他妈那儿一次去4、5回，每回都得提一堆东西，提少了还不高兴。不是说让你买多少钱的东西，那去看你妈妈了吗？我妈现在跟我们住一块儿。你跟婆婆关系怎么样？一般吧。婆婆对于你不工作这事儿，她有什么想法吗？因为他们2个白天不是都上班嘛，然后晚上回来以后，他们总是在那嘀嘀咕咕、嘀嘀咕咕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就是声音特别大，我就听见我婆婆在那说我，就说啊，谁家媳妇儿结婚2年了，也不上班，也不生孩子，就天天要干什么呀？这样谁养得起啊？就是全是这种话。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因为我妈也年纪也大了。她说你这2年要不生孩子，过2年年纪大了，我也给你们带不了孩子，对吧？哎，她一直在提生孩子这个事儿，我都一直没听女生说过。女生现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？我就是想着再养养身体，过2年再生。因为之前在我妈那儿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就是之前过年的时候，在我妈那儿，就是大家都开心的吃饭呢。然后她就非跳出来，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明年要生孩子，要孩子。”我妈肯定是向着我呀。我妈就说：“那再养养吧，就是过2年再生，也不差这2年。”她当时就是跟我妈甩脸子，就跟所有人甩脸子，然后把筷子往那一摔，然后她也不说话了，也不吃饭了，就往那一坐，就整个场面就特别尴尬。我想的是，我们今年都已经多大了？她都29了。要听他妈的，过2年要再生孩子，都30好几了。他现在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说过2年要再生孩子，生完孩子身体要更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现在考虑到我的身体了。而且他现在我们的这个收入主要是都你说，哎呀，我这真的是跟他真的说不通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之前对你那么无微不至的这个男人，就是你看还会想着把土豆片削得那么薄去给他消肿。做一次都很容易的。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，这不就久病的事儿吗？所以现在其实结了婚之后，男生开始对女生的要求就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对吧？对。你觉得姑娘，你觉得你现在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之前那次上班上了2天没有去，后来就是他回来以后，我俩大吵一架嘛，然后他有3天没有理我，就是冷暴力。当时我跟他说话，然后他也不理我，我做饭，然后他也不吃。哦，你现在如果不上班的话，你平时在家是不是会做家务，会做饭啊什么的？对，现在他们2个基本上什么都没管我，家里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做。那我不也做饭了吗？我也做饭了，因为他做饭他不好吃，你做饭，你为啥做饭呀？哦，说我做饭难吃，就说我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，说西红柿炒鸡蛋这么简单的一个菜都能做这么难吃，就每天就这样讽刺我说这种话。他就是他们家太惯着他了，结婚之前就什么都不让他动手，所以结婚了以后来我家就什么都不会干。那我之前什么都不干你也知道呀，那我现在结婚了以后你就变了呀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怎么以前不说呢？就现在就什么都让我来干，然后我干吧还看不到我的劳动成果，就觉得他们自己很辛苦，我什么都没有干。今天您2位来我们节目，你们最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我是想的就是赶紧让他就是出去找工作，能够有分担一些压力。你要不然就是现在家里咱们生个孩子，对吧？要不然就是你现在别闲着，咱出去找工作，咱以后攒钱。哦，2选1。我感觉我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特别好，我现在去上不了班。那你在这个家待不下去，你怎么办？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，就是每次讨论都讨论不出来。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？现在就是要么2选1，要么在这个家你就待不下去，你怎么选？我就是想让他别现在让我上班，我就再养一养，等我好了我再去上班。那我问一下，问一个题外话，您婆婆多大岁数了？今年60了。60，身体怎么样？身体还挺好的。就是她现在也在上班，然后我婆婆就经常在说嘛，就说那我现在60了，我还上班呢，那你为什么一直在家里？你就什么时候能好？就是你不能一直待在家里。哎，真的，姑娘，你告诉她一个答案，你说我需要休息，养好身体。好，比如说我再需要半年的时间，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，比如或者我哪项指标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，或者医生说怎么回事，我就可以去工作了，或者我就可以生孩子。这咱们才不是能往下聊吗？我们才能帮你们去调和这个。你要是一直说我就是想休息，你无限期的，这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医生现在建议说过2年再要孩子吗？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哪怕咱们现在开始上班了，过上2年觉得能要孩子了，那年咱也30多了，对吧？对。要了孩子，一怀宝宝，工作还得断。哺乳期的时候，工作还得断。对，那要不就是现在我先养好身体，先要孩子。我宁可现在要孩子，我也现在不工作。他有一个排列了。行，
反正其实今天2个人的这个目的都挺明确的，然后想要解决的问题也都挺明确的。咱们接下来先听一下今天我们同样来求助的陈先生和邢女士，您听完他们小2口的故事有啥建议吗？我感觉这男同志太自私了，女孩子呢，她身体不好，需要她养养呢，她养养好身体，咱们想要孩子，为了这个家庭。其实吧，岁数不大，孩子养好病了，完了要孩子不晚。你要是现在要孩子，本身他有病，你要是生孩子，他兴许还加重，再等2年再要也不晚。您2位是儿子还是姑娘呀？姑娘儿子都有。都有。哦，行，谢谢您2位啊。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有什么建议。这个女生，我觉得她现在是不想去上班的。我觉得你就是没有从你这个病态中走出来，但是你一定要走出来。他认为身体还不够好，不能上班，我觉得是可以不上班。他认为不能生孩子，他当然可以不生孩子。我觉得你要养病，我建议你回娘家。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，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养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刚才王老师也说了，它其实是和情绪是正相关的。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变好，你是很难得到痊愈的。所以我建议你啊，是不是考虑回娘家住一段时间，让自己确确实实的、扎扎实实的把身体的底子给打好了，啊，这是第2个。第3个呢，姑娘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，生病了不代表你可以脱离社会性，也就是说，在你的身上确实产生了一种懒惰、依赖舒适圈的状态。在这2年里面，你学习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去为自己未来的方向重新考虑过？有没有去读一个什么样的书？有没有去学一些新的一些技能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和你这个身体没有太大的冲突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是需要考虑的，以及你在社会性上面，比如说对于一件事情的负责任上面，这些事情是你要重新考虑。人是不能脱离社会，身体再差也不能脱离社会。好，这是第3个。第4个呢？你老公他们现在其实是一种反悔的心态，就他当时选择你的时候，当然是真心选择你，这没有任何问题，我相信真心的，是爱的表现，也没有问题。但是他们当时在选择你作为结婚对象的时候，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风险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风险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事儿过了，手术做完了，人出院了，哎，养个半年1年就好了，就没事儿了。他没想到这个事儿居然会延续到好几年，以及延续到未来生孩子的事情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。所以在目前情况下，他和他的母亲之间一直在深深的懊悔，当时没有把这个事儿想清楚。倒也不完全是针对你，只是针对自己当时的那个选择没有想得够深，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心态。他们现在这个心态是很纠结、很拧巴的。
也没有到那种真的要埋怨你啊、责怪你的程度。他现在也责怪的也是自己，但是呢，责怪自己这个情绪啊，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快压不住了。快压不住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希望你能发生一些变化。如果你发生一些变化，他们就有理由来重新说服自己了。你看啊，他其实可以生孩子啊，或者说你看他可以上班，家里面也可以，哪怕挣个5000块钱，他也觉得哎，也为家里面分散了一下风险。事实上是这么一个心态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，我建议你回娘家也有这一个道理，就是让他妈啊眼不见不烦，就是少看到你的时候，他就少烦一点。我60岁的人，我在上班，我一60岁老太太，我下班回来看着你翘着脚在那边看电视，她心里不舒服。所以我觉得，怎么样才能够把你养好身体，以及让他们家2个人心里舒服，同时完成。回娘家一段时间，身体底子打好了之后，你觉得在整个生活状态上可以有变化了，再重新再去跟他们去接触，或者重新住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。至于男生，我觉得你的变化稍微快了一点，就是结婚毕竟才2年，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这2年态度的变化稍微大了一点啊，我相信这里面是由你母亲的一个态度对你的影响。你母亲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完全能理解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是爱她的。有爱在这边打底，你的态度就不能口出恶言。你现在已经有压不住那种口出恶言的状态要出来了，你得控制一下自己。这是你选的老婆，是你一个你爱过的女人。谢谢陆琪老师啊！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，你们只要去微信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，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了。那么当然大家可以提一下你是爱宝的忠实粉丝啊，这样我们有新人礼包给大家。我其实看这个问题和前面2位老师还都有点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件事儿，我觉得这个病啊，给你们的爱情加了个滤镜。你们2个人现在非常清醒的说对不起，过不下去了，那就和平分开，谁也别折磨谁，趁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你们2个人说，既然我们选择走进婚姻了，我们就一定有什么困难要共同给他克服，那现在就不要敌对，我们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人生战友。女生收起你对他的那些要求，男生同样的。你管这叫人性的光辉是吧？那起码他有过人性的光辉啊，对吧？一个有人性光辉的
就是能不能别逼着我找工作了？不是，就是咱到底想不想工作？你跟他直说。唉，我就是想着等我养好了再工作。无限期，好看明白了吗，小邹？咱们现在双方都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包袱，咱们不要把它上升到那个层面。二位可以选择了。他选择不了。我再告诉你几个事实哈。第一，爱是可以给人力量的，但有的爱却让人丧失了动力，这种爱就很错。第二，如果你的母亲跟你说你不要工作了，这辈子我养你，你可以吗？你答应吗？不答应。哦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不能靠我母亲了，因为我结婚了，我有我自己家了，对不对？我也靠别人了，是吧？有很多的女生在听到一个男人对她说你不用去工作了，我养你，她会选择说不，因为她知道真正在一段爱情里面是要独立的，是要对等的，所以人家说我养你，她就不让人养，不像你。人家明显是养不起你，不养你，希望你去工作，希望你去分担，但我不。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是在持爱撒娇呢。但这个爱，我告诉你，它不是亲情，它是姻亲，和血亲的区别在于哪儿？你的父亲母亲真的是可以说我养你，直到他们在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心里是很不放心的。你的病。如果还这种状态的话，你永远都养不好，因为你没有病在身体上，你是病在了心里，你有心病了。我的观点很明确，孩子可以暂时不要，因为医生就不建议你要，对吧？但是工作必须要去找，自己找自己喜欢的。你在这一点上，你根本就不去关注他的内在，你不去关注他内心的感受，甚至于你不尊重他为你做出的付出。不尊重啊！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，你招呼都不打就不去了。你现在明明应该已经看到，说这种爱已经被消耗掉了，你还在说等我好了。所以你就想，如果没有他，你自己能不能生活生存？你能吗？你可以吗？如果一个妻子都不能说我离开丈夫不能生活的话，请问，换做丈夫，他能从你身上拿到什么支持？我再问你一个场景啊，当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的时候，你有愧疚吗？没有。恕我直言啊，如果你这点都没有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值得这个男人以及他的母亲对你好，不值得，因为这份爱你没有给人家去同样的这种付出，你凭什么得到这份爱？接下来你们2位就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想一想刚才几位老师说的话。好的，来，我们交换一下位置，有请我们第2组嘉宾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陈先生，64岁，来自黑龙江务农；邢女士，67岁，来自黑龙江务农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老婆因为误会，要和我离婚。她现在在姑娘家住呢。今天呢，我参加这个节目，想劝她回来。误会，我老头子一天跟这些老太太眉来眼去的，这一天天他不着家，这是我误会吗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可是他呢，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我。他想要这种自由，就让他一个人过吧。为啥老伴儿说您跟别的老太太眉来眼去的呀？有一次我出去玩，玩了中午回来呢，到家呢，他也没做饭，我俩就吵吵起来了，吵得很凶。我隔壁的一个大嫂呢去了劝架，大嫂老向着我，所以在这上俺们俩就产生了矛盾。来劝架了，净他对。他一天一天出去溜达去，完了不在家，我搁家得看孙子干家务活，你回来帮我一把，你不帮我一把，回来还想吃现成饭，趁我不做饭，完了他就跟我俩发牢骚，就跟我俩吵闹，完了俺俩就吵吵起来了。大嫂就过来拉架来了，拉架人是好心，他说的不对呀，
净派着我不对，说他对。大嫂这么说的，说是你看你，他干一天活了，累了你就给他做点饭，你不能不给他做饭呢。他说你和你大嫂俩穿一个裤腿吧，你要如果这样，你们俩去过吧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完我一看他不说人话呀，我把大嫂推走了。大嫂推走了，我随后我就走了，我就到了小酒馆，生气的情况我是喝点酒回来了。回来他问你回来干啥？你不跟你大嫂走了吗？你大嫂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？你还回来干啥？跟你大嫂那住呗。咱就说这个大嫂，净派着我不对。大姐，咱不说大嫂了，整个过程隔壁大哥没出来说话吗？他单身，上哪儿找他大哥？我就说嘛，原来如此。他单身啊，行，这大嫂劝架劝错了，就是人家大嫂拉架拉偏架了，您心里不舒服了嘛，对吧？这也不是他跟人家眉来眼去啊。你听我说，看电影完了，大嫂啊给他拿凳子拿垫儿，没有我这份儿。俺们是邻居，明白了，就这么的。我去了以后的话，我看大嫂坐这嘎跟那嗑着小瓜子儿，人家乐乐呵呵的。当时那演露天电影，大嫂拿着凳子也带他的凳子了。我先来了，大嫂也来了，俺们坐那嘎看电影。大嫂问我弟妹没来呀？我说她不一定来了。完了又给隔壁一个人坐了，坐就没有他的位置了吗？没他位置的结果呢，他后期又去了。他到那一看呢，大嫂拿着瓜子儿，可我抓一把磕，因为俺们处的关系比较不错，大事小情的，有点啥活都要我去帮干。他瞅着就这样又来事儿了。我说你跟大嫂眉来眼去吧，你不乐意，说大嫂好，又温柔又体贴，你就这样事儿的话，我能满意吗？你说的他净挑一些不是，我的手机的铃声他也挑。铃声咋的了？他那铃声啊。我爱你，这一辈子做夫妻做不了，做个情人可以。打电话那个彩铃是吧？就是我给你打电话，一听就这首歌是吗？对对。哦，这从哪儿找来的歌呀？我买手机时候自带的铃声啊，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打电话我来喝2盅来。来，咱喝2盅。他俩还老约着一起喝酒是吗？哎，他有事儿，他家做好吃的吧，就招呼他喝酒。哎，喝了吗？喝了吗？大哥说。这我吧，在大嫂家没少喝酒。你俩是单独喝还是有别人？有别人，有我同事啥的。哦，有单独喝过吗？有过一次，他上小鸡儿找我喝酒，啊，还杀了只鸡。行，哎，单独喝过酒，还有啥？还有一样事儿啊，还有一样啥事儿？我说芒果好吃，他搁网上给我往回买芒果，买芒果，咱说他要告我一声，啥毛病不犯啊？没告我，给我买回来一件，挨个2趟给他大嫂又买一件。我回来我问他，他吞吞吐吐的。其实你是误会，哎，当时是这样式的，我们那个地区没有芒果。给网上我给他邮回来的啊，邮一看网上吧，买一件吧，贵，我就买了2件。哎呀，多乐大嫂对咱们关系也挺好的，人家吃啥也不忘了咱们，我给大嫂也带一件吧。你是都寄到你们家，还是分别寄的？都是我的名字，我给大嫂打的电话，我为啥我没让她知道？因为她一直知道老磨叽我，不是我和大嫂这么的那么的了，所以说我反对这事儿，我就不让她知道了。回来我问你，你还吞吞吐吐的，我摸起手叉子，好家伙！我不揍你一顿，我就揍他了。当时他吧打我，我就跑了。等我跑了回来以后呢，咋样？还是这样，总怀疑我和大嫂有什么关系。其实我没有。有一次呢，我又去喝酒了，他又说你又去喝酒，上大嫂那喝酒。我说没有，又跟我俩弄气儿，又走了。这不是又出去溜达去了？我打电话问搁哪呢？他没糊弄我，搁哪玩呢？啊，我看看都谁玩呢？去了一瞅，好家伙，那个女的要给你整散了，这个又勾搭一个啊！我惊，我就把那个扑克我就给他抓回来了，我就给他撕巴了，桌子我给他周了，这家下地了，劈刀盖脑。他这样的话，你说你没问个青红皂白，进屋就把牌给撕了，把桌子周了，这帮还有同学五马长枪，我能不打我多没面子呀？那你也没给我留面子呀！
因为这事儿您就回儿子家了是吗？就他回女儿家了。回女儿家了。儿子家我也去，姑姑家我也待。反正就是不回和他的家。我就没回去跟他俩搁一起待。你俩现在是不是要准备就离婚了？不想过了，我就不。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已经？哎呀，我们俩已经都1年多了。1年多了。对。那今儿来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要调解怎么着？我的意思想求助你们劝劝他，把我们俩还和好。他始终不同意，我怎么说？我去找他2次，我儿女那么送回去，儿女不同意，他都不干。他就是更想跟我俩离婚，就怀疑我和大嫂如何。最主要的矛盾，我来替你们总结一下啊。阿姨觉得叔叔第一，不干家务，不帮忙带孙子，然后是家里的活都不管。对。哎，第二，跟这个大嫂眉来眼去的，暧昧不清的，然后也不顾及他的感受。第三，还动手打他。对，就是打人，对吧？所以就觉得不想过了，是不是？不想过了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没完呢。我兄弟出车祸不能自理，还有这么高的指自杀的，家庭非常困难。我当哥哥的一奶同胞，给兄弟买米买面，孩子买衣服，他就跟我俩干仗。你说你兄弟你疼吧？我承认也是对的，你对我都这样，你还疼你兄弟，你都不疼我，我还让你疼你兄弟去？你要对我好点，我能不让你疼你兄弟吗？那你要是好好的对我，我能对你不好吗？我能不在家吗？那我对你哪点不好啊？你都不帮我，啥也不管我。我回来又不是这个部队帮你干上哄孙子呢，还又把孙子哄犟活了。哦哟，倒泔水桶呢，说我倒的近。抱槽呢，说我槽绝对短。别激动，大哥，我问一下，您现在想让我们大嫂回家是吧？对呀。她回家之后继续念叨你，你听着吗？我当然听。这回听完这些话，还出去玩去吗？不玩了不像以前那样。你为什么要让他回来啊？刚刚我听你的意思，不是你一个人挺好的吗？因为我的让他回来的意思是你互相有个照应。那你现在一个人过得怎么样？我一个人过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没疼没热，儿女忙所以说呢，所以你就想到他的好了。对，他确实对我好。那您现在还去大嫂那儿帮忙吗？现在和大嫂都不联系了。我儿女的话吧，早都让我回去跟他过。我有气，我一肚气，你一点都不疼爱我，我有点太伤心了。你说你要是回来疼疼我，你要给你兄弟说是花点钱，照顾兄弟，我能不让你吗？大姐，你要不就开个条件，你做到什么我就回来。做到什么我也不想跟他过了，我太伤心了。您今儿就是打定主意就不过了，我感冒了，我说你给我买点药哈，你照顾我。他说啥呢？哎呀，这感冒。这传染病啊，这我离你远点，别把我传染上。那么再说，那么老师怎么听的？这好到怎么身上？怎么心里咋想的？完了，他也没照顾我呀。后来他也感冒了，他张我让我照顾他啊。我说这回你也知道了哈，我也怕传染呢，我也不能照顾你，你疼着去吧。我就这么的，俺俩这么越整越生。哎呀，逼得我儿女早都让我都去过好几次了，让我回去求他，我都他说的都挺好。我向你发誓，他不听我的，所以说我来到节目组，让各位老师把他给我劝回去。我们也大概知道了。反正今天就是阿姨就是打定主意，就是我怎么着都不回，然后叔叔就是你们帮忙吧，我得让他回来。这已经都分居1年了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。二位刚结婚的小夫妻，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如果是你们的爹妈怎么办呢？其实我觉得我是挺羡慕叔叔阿姨这种感情的吧，毕竟也是吵吵闹闹了过了一辈子了，就这么打还羡慕呢？对，不是，也不是说这么打，就反正也是吵吵闹闹能过了这么久了吧？不像我们现在可能结婚才2年，就可能婚姻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吧？我是觉得，其实一个女人就是想要的可能并不多，无非就是对她的偏爱，不是说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爱吧。哪怕就是叔叔对那个阿姨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其实阿姨也能看到的，她就也会把她自己所有的爱，所有的都回报回去。
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就听听老师给您二位什么建议啊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人就是这样，就是往往就是冲突，它往往会伴随着转机，但是一旦没有冲突，你这个事儿就无解。他之前选择跟你冷处理，他可以1年都不回家啊，那个时候我跟你说，真没办法，真没招。现在他今天愿意来这儿，是说明了不是因为你表现好，是因为你的孩子孙子表现好。人阿姨是看孩子孙子份上，对，才在考虑说，哎，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。那么一般老年人吵架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你们要寻求共识，而不是陷入一种内斗。您经常很容易先挑起战争，是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边界出了问题，然后让阿姨觉得不舒服了。相反，你还要去指责她，是你想太多，是你有问题，咱这样是不对的。那你要真的不后悔，但你就去做那个事儿，你永远别承认你有错。你到今天这来，你不就是为了想承认你有错，把他哄回去吗？对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就直接上来承认错误就好了呀。你上来指着他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能不能跟我学一下？下次你说完他的缺点之后，你说一句，但是我还是很爱你，我还是想让你回家。你每次只说前面的那半段，后面那2句话你憋在心里你不讲，这阿姨是有读心术呢还是怎么回事？你这把人伤了，把人打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想让人回去。还有他吃醋是因为他爱你，他关心你。你那铃声，你那手机铃声，谁听谁都生气。你要考虑别人的心情。还有一点就是，阿姨说你脾气不好，这脾气是确实是不是很好，这咱要改。然后完了呢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点实质性的付出和补偿。过去的事儿咱也谁都不记仇啊，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。咱以后千万不要说什么你生病了我不管你，我生病了就你不管我这种事儿，咱千万就别干了。就您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您格局大一点儿。您是一个男的，你本来就比人家能干，然后比人家就是有体力，我觉得你多关心关心一点阿姨。您不能要求你的老婆就是来管你吃喝拉撒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要说让你的老婆来跟你一起经营生活的话，你不能只索取不付出。你回家没饭吃，那你不能早点回去你自己做呀？你不能给他做一顿吗？就非得一辈子了，就是几十年过来了，这个女人付出了多少？为什么就不能唠你一句好话呢？对，你对什么对？你赶紧表态呀！你再跟我对有啥用？你跟人家说道歉，你先道歉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要对你好，在家我哪儿也不去了，也不打牌了，在守着家给你帮你干活，哄孙子。不作了？不作了。那我还得考虑考虑吧。那你交给陆琪老师。好吧，行啊，大姐，我听懂了你的几个诉求，我听懂。你虽然你说你怎么也不回去，但我听懂你几个诉求，我给你捋一捋啊。第一个。
呀，我看到您二位就想到我已故的爷爷奶奶，他们会有一些我们现在看过来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，但是他改不了。这样的情况，你们已经伴随一生都过到这个年纪了，64、67岁，他这个脾气他能改吗？他改不了。阿姨，你这个脾气能改吗？改不了，那怎么办？叔叔已经做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了，说白了就是因为大嫂那件事儿，您心中不悦，他已经跟大嫂断绝来往了。对，他断，对不对？我泼的这盆冷水就是想跟您说什么，他能做出那一个让步，就已经证明他在向您低头认错了。所以您接下来能不能再去忍受过去的生活，您就自己认真的想想，如果真的忍受不了了的话，您想想接下来怎么办。如果能忍受了，您就不要提那些什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，因为您自己心里面知道，您提出来他也改不了啊。我就是泼点冷水的话，来交给您了，雷老师。我考虑考虑吧。这个得充分考虑儿子和女儿的意见。就是儿子跟姑娘的意见，我上这儿来的，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爸爸给你低头认罪了，你得给个面子，让我们儿女少操心。你说你当过了，他当过了，让我们儿女多操心呢？就这么的，我跟他来的。主要操心的是他，因为他本来他也不照顾您，真要是有个头疼脑热，被操心的还不是他吗？所以您的儿子和女儿主要是担心你，才劝的妈妈。妈妈是因为给他们面子不得不来了，所以您看您在这家里。您在这家里已经变成了所有人都得把您特当回事儿，但其实所有人都觉得您做的事儿不对，好吗？对，咱别不懂事儿了啊！我要是您的话，也甭什么朋友圈里面道歉了，就现在往这儿一站，我打你，我不懂事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跟他说，是。我对不起你了。现在想起是说对不起了，哎呀，一时冲动。你60多岁老头，今儿站这都已经说了100遍对不起了。真的，阿姨您得过就放过人家吧，真的。大姐，离吧，干嘛为儿女啊？都为一辈子了，对不对？这40多年的感情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没有了信任，他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，是吧？离了吧，离。俺俩也都大半辈子。那干嘛不在生活当中离啊？儿女叫来就来啊。都到最后了，大哥都几次跟您认错了，怎么着还说我为了儿女，我替他们照顾你，咱不至于，有话好好说，咱跟大哥说。我就是，心里也出气。哎，对我这出气，说一说，我说你们大伙儿吧，必须我们俩不过了，我这心里憋气还。当然了，这么的话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出气。最后如果您俩真不过了。您非得气死不可，对，您这不就是把位置拱手相让吗？人家没什么事儿，也让您啊给推成了什么事儿，咱该啊点到为止的时候咱就停。大哥也是要面子的人啊，您就听我的啊，您们两口这个行为啊模式啊改不了，就是打打闹闹争争吵吵，又谁都离不开谁。给台阶儿，孩子们给了一台阶儿，咱就坡就下。别拘着了，好不好？给老公点面子，适可而止。这，好吧，老师，就是黄昏恋的精髓。差不多得了。其实就当来我们这儿撒气来撒气。你看这么多人都说了，对吧？是的，对，撒气。所以待会儿啊，您要是回家的话，您就从那个门出来，你们俩人一起出来。您要是想说我还没想明白，我还气儿没撒够呢，您就别出来，好吗？那好，好吧。您二位给你们一个出来的条件，如果女生有想要去找工作的意愿了，我开始为这事儿准备了，你就出来。如果你还是来的时候那套说辞，说啊不行，我得先养好，我也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好，反正就是我就是不想工作，你就不用出来了。男生你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我可以接受我老婆暂时不工作，暂时不生孩子，就继续维持现状。你如果要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俩就过不下去了，你就可以不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我给你们设的条件，都明白这个条件了哈？好嘞，那行，那感谢我们2组嘉宾，请各自回到门后。
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组的这个小夫妻啊，是否会选择出来呢？我们刚才是给了一些预设条件的啊。那在开门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应该会出来的。我也觉得会出来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他愿意就是为找工作做准备了，然后我也愿意去等他一段时间有所改变，然后我也会对他态度也会有所改变。我觉得我确实该做出改变了，就是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。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大家劝你工作，真的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，是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保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人，抱抱对方吧。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你们来到节目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对打了一辈子，最后能不能打赞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咦，走了吗？哦。手拉手来的。这是要回家了，回家多好呀！回家，回家，赶紧回家。阿姨，这是要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回家，回家。哎，我那4条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你要早这样事儿，咱俩至于上这儿来吗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功劳，阿姨。对对对。互相抱抱对方。哎呀，多抱一抱，别不好意思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。这辈子可能都没怎么好好拥抱过。不能撒手啊。你看呀，他们2个人拥抱都不会，对，可能这辈子都没怎么好好拥抱过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以后每天在屯子里面，大哥就搂着大姐每天溜达，是吧？让村子里面人好好看一看，对，是不是有多恩爱？谢谢2位来到我们的节目，来这边请。谢谢啊。要早这样事儿的话，咱至于上这儿来吗？各位老师再见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